艾琳，北京四季酒店 Opus 餐厅厨师长。在这家5星级国际连锁酒店，早餐除了常见的西式餐点，还有一道罕见的中国平民美食——煎饼果子。来自加拿大的艾琳最喜欢做的就是把中餐的元素加入她的菜单之中。她的美食之旅目的地是煎饼果子的故乡——天津。天津是中国的4大直辖市之一，距离首都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天津菜我什么都不了解，除了麻花以外，我什么都不了解。我期待是天津肯定有好吃的。If I was to cook for Tianjin people, what is it that would make them satisfied? We'll have to see what Tianjin has to offer. 从小在海河边长大的张浩是天津名厨，他将担任艾琳的美食向导。因为天津菜呢，它其实有海河嘛，离海特别近，有渤海湾嘛，主要以河鲜和海鲜为主的主菜。河鲜海鲜。天津吃早餐呢非常的丰富。煎饼呢？煎饼有啊，天津最有名的煎饼果子嘛。我特别爱吃煎饼啊。是吗？那没问题，我带你吃一家最正宗的。最正宗的煎饼果子里有什么秘密？来自加拿大的艾琳能接受天津河海两鲜的传统吃法吗？她精心烹制的创意美食又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天津人视早餐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这跟西方人的习惯一样。不过吃法可大不一样。果子。对。师傅，你干多少年了？现在为止40年。40年。40年了，多厉害！40年了，天天一样的。对。师傅，我能试一试吗？来。我要学一点。对啊。人家都忘了。豆吧，哦。我做的怎么样啊？好。好吗？第一次还可以。这是我做的吗？这是你做的。哎呦，热的，太新鲜了。很热。真是好吃。对，外脆。里嫩，就是里面新鲜的，很软的。排队吃早点，早餐铺的红火大大超出了艾琳的意料。坐。哇塞！天津人的1日3餐啊，早餐是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啊！我们小时候上学呀，家里必须要吃早餐。必须的，吃很多，一大套，对，然后很有劲儿，然后可以开始上学。对，烧饼加果子，再配上嘎巴菜，这是天津人喜欢的吃法。此外，还有老豆腐、炸糕、回头等等各种食品可供选择搭配。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几百年前就成为一个繁忙的水陆码头。当年的码头工人拼的是体力，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干活，所以早餐不仅量大，而且口味偏咸。这种饮食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天津不愧是煎饼果子的发源地，早餐铺的煎饼摊前排满了人。不过，张大厨说的最正宗的煎饼果子，要等到夜里去吃。和中国许多大城市一样，天津流行着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不过，河海两鲜仍是天津人最喜欢的美味。好6舅，借我6斗6升好绿豆，过
过了秋，打了豆，再还六叔六舅六斗六声口。天津人骨子里幽默，爱逗乐，张大厨也不例外。艾琳在中国生活了几年，学会了汉语，不过绕口令还是有难度。碰见六声后，六叔不。海鲜贵在一个鲜字，最新鲜的海鲜当然是在海里，而渔港是海鲜登陆的第一站。汉沽区的大神塘村是天津海岸线的最东端。天津曾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中心，如今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以及渤海湾渔业资源的减少，天津沿海的许多渔村都不再打鱼了。大神塘是天津最后一个渔村。这什么？对，最棒大对虾，这才6磅吧。咱们这个渤海湾这点胳膊肘的干，胳膊肘大的虾，肯定好吃啊！好吃啊，好吃，绝对好吃。多少钱？150。150一斤1斤。汉沽本地餐厅的厨师刘金刚师傅也来大神塘进货，不过他今天的收获不大。渤海大对虾过去是天津人餐桌上的家常海货，但现在的价格可不是一般人能够问津的了。目前正是海螃蟹膏黄具足的时候，刘师傅打算买一些螃蟹，制作一种汉沽的传统美食。大神塘村现在还有200多艘渔船，这2天风大，出海的渔船不多，但有些船老大却专门选在大风天出海，这是捕捞对虾和螃蟹的好时机。近几年，出海捕鱼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冲击，村里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再干这个苦活累活，出海的往往是上了年纪的渔民。感觉5、6个人在这个小地方住不太舒服吧，真不容易啊。那在船上你吃什么？吃什么饭？厨师的虾不吃啊，专吃。为什么虾不吃？这虾是太贵呀。太贵啊！哎呀，太聪明了。艾琳来到刘金刚师傅的餐厅，品尝他的拿手好菜——汉沽传统海鲜8大叉。呀，哇，那个臭啊！哎呦，活呢？我感有什么活？然后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艾琳，显然被这道超级咸的菜震撼了。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朋友，刘师傅拿出了家里珍藏的另一道美食——螃蟹酱。这个从古到今啊，汉武区人这个家家都有这个东西。这可以，这么小？对，就这么就足够了。嗯。哦。那是这个香。这怎么吃啊？这个就是就饽饽玉米饼的饽饽吃。想喝水。就是盐太多了。在艾琳看来难以接受的螃蟹酱，却是老汉沽人最喜爱的美食。螃蟹酱的做法其实很简单，把海蟹剁碎，加点花椒，然后放盐，经过6个月的腌制发酵，螃蟹酱就做成了。过去生活条件差，即使是渔民也不能天天吃新鲜的海货。他们用盐把各种海产品腌制起来，海鲜的鲜味儿、海盐的咸味儿以及蛋白质发酵后的特殊香味儿混合在一起，成为他们偏爱的味道。经受了螃蟹酱的考验，艾琳的口齿似乎变伶俐了。豆过了秋，打了豆，再换6叔、6舅、6斗、6升泡绿豆。从汉沽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大片盐场，或许是因为这里盛产海盐，人们才那么热衷于制作8大叉和螃蟹酱吧。100多年前，天津曾是9国租界。城市里还保留着不少当年修建的西式建筑，不过西洋文化对天津人的日常饮食并没有多少影响。天津人一直钟情于自己的传统美食。
哎，您好，您好，您好。哎呦，艾琳。70多岁的史大爷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天津卫，不过和大多数天津人一样，追溯到他的父辈就是从外地迁来的。退休前，他当过兵，开过车，在外奔波的艰苦生活被他描述成最甜蜜的日子，因为可以到处旅行，品尝八方美食。史大爷的兴趣十分广泛，吹拉弹唱、书法收藏都有一手。不过，在所有的爱好里，他最喜欢的还是烹饪。今天，他打算给艾琳做一道天津的特色美食——贴饽饽熬鱼。史大爷是菜市场的常客，几乎和每个摊贩都能称兄道弟。当然，他也总能谈到个好价钱。别往那儿藏，往这藏。小鱼儿。史大爷居然要用这种比手指长不了多少的小麦穗鱼来做菜，这能好吃吗？史大爷家楼下的小院里，帮忙的邻居们已经到了。艾琳穿这个更漂亮了，啊！你好漂亮！一条一条的洗麦穗儿，以及比麦穗儿更小的蚝根儿，绝对是个细致活儿。这小鱼为什么那么好吃啊？这小鱼吧，带着五脏特别香。那天津人老人，尤其解放前，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贴饽饽老鱼。为什么呢？平常的老百姓买大鱼买不起啊。哦，这小鱼又便宜又好。把当料。为了做贴饽饽熬鱼，史大爷专门在小院里搭了个土灶，放上一口直径1米多的大铁锅，隔三差五地招呼邻居们来聚餐。有这种锅吗？这种果真没有。没有吧？我想我要一个。要一个。哎，我的。好嘞。哎呦，油热了以后，先用葱姜爆香，然后把小鱼儿稍微炸一下，再放进酱油、醋、料酒、糖、盐等调料。等开锅以后，就可以贴饽饽了。不要喝了。玉米粉加水和成面，再用手拍成长圆形的厚饼，这就是饽饽。就这么样，往上一贴就行了。弄好看点，你弄得比我好看。啊，好玩吧？好玩，好玩啊！好玩，好玩啊！哎，太迷了。这时候就不用再添柴了，让灶里的鱼火慢慢烧，锅里的鱼自然收汁的同时，饽饽也就蒸熟了。半个多小时以后，贴饽饽熬小鱼儿隆重揭幕了。好，1、2、3，好，漂亮，漂亮，真好，感觉想吃啊，很香啊。像吧？对呀。使劲。哎，好，反过来，反过来，翻过来，翻过来。看，哇，看，漂亮吧？漂亮。好，再见。饽饽出锅，一面金黄松软，一面焦香酥脆。由于下半截浸在鱼汤里，还有浓浓的鱼香。OK。哎，咱欢迎咱们的国际友人艾琳。这一位，喝得高兴啊！快走，来，艾琳，尝尝味道怎么样？咬口饽饽夹口鱼吃，啊，放这。那我也尝。这有鱼筋，来，香啊。而且这必须跟饽饽一起吃。对，这个吃味儿跟这不一样是吧？不一样，不一样。这就跟那个。咬一口饽饽，又香又脆；吃一口小鱼儿，鲜香无比。这就是海河的味道，天津的味道。王老师您好，对，您好，天津有名的京菜大师王老师。你们要学天津菜吗？天津菜呀。我今天做一道天津传统的代表菜——远流鱼扇。软溜鱼扇是一道考验厨师基本功的天津名菜，原料当然是天津人喜欢的河鲜，一条7斤多的大草鱼。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啊，好。
往前走，往前走。离的还不点的时候，这样。哎，再来一点，抹刀，再来一点。好，走，下刀，立刀，哎，对，好，行了，这回行了。好多了，好多了，好老实，好老实。除了刀工，挂糊也很重要。单面挂糊的鱼片用油一炸就会弯成小碗状，像一把扇子，所以得名软溜鱼扇。炸过的鱼肉用调料勾芡，然后再做180度的大翻转。吃一点吧，延长吧。来，哎，好嘞。甜的，第一个是甜的，也有酸味的。这道菜的真正的口味呢，应该是鲜小酸甜儿，这甜和酸融合，就叫小酸甜儿啊。明汁儿忘油啊，旁边有点油，这汁儿不能太大了。这是天津菜溜菜的特点。京菜最看重的是滋味儿，味道分前口和后口。刚入口是一种味道，嚼一嚼是另一种味道，而咽下去以后还有不同的回味。这么多的好朋友，这儿还录像的哥们儿，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你搁这录吧，没事啊。你同着在座的好朋友。天津人爱好娱乐，曲艺是市民生活里一种不可缺少的享受。往茶馆里一坐，喝杯清茶，嗑点瓜子儿，听段相声，哈哈一笑，一天的疲惫就烟消云散了。听完相声已经是深夜，和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天津也是一座不夜城。享受了丰富夜生活的人们，此时又变得饥肠辘辘，需要补充能量了。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天津最好吃的煎饼果子。你看现在我们排的人很多，对，他们家的煎饼果子非常正宗，对，让你尝尝真正的煎饼果子。好的。为了吃到这一口最正宗的煎饼果子，天津人表现出惊人的耐心，足足排了40多分钟才轮到了艾琳。终于到我们了，那个你吃什么？我吃一个双鸡蛋果篦儿。对，我来一套素的，素的一根果子啊。艾琳虽然早就吃过煎饼果子，还把它列入了酒店的早餐，但今天吃的才是最正宗的。软的，然后软的很脆，是吧？是的。对。然后，但是你尝尝我那素的，你看很好吃的。它虽然说里面没有鸡蛋，但是我觉得它那个豆子的清香在里边，非常好吃，比较健康的味道。比较健康味道，对。哎呦，好香啊！好香吧？这是二嫂子。你好，这是艾琳。您好，您好。看看，是您的家人。对。是吗？这2个穿白衣裳的是。这个是婆婆，这个是我们公公。这俩穿白衣裳的，这是83年工业展览馆。83年也是小吃比赛。咱拿第1。胜利果实，香吧？很香。在二嫂子的店里，可以看到制作煎饼果子的每一道工序，从墨绿豆到摊煎饼，从和面发面到炸果子果篦，全部手工完成，甚至连酱料都是自己做的。这就是二嫂子煎饼果子的秘密。当然，还有一道秘诀，就是绿豆和面粉的比例。二嫂子的儿子孙志强每天要炸4个小时的果子，4个小时的果篦，再摊4个小时的煎饼，一天下来，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像我们用的那个煎饼果子里边用的葱花，这一天我们就得切，就像这么大个的盆吧，这一天就得10几盆的葱。每一天一样的。对，每天都是重复的。喂。细节也很多。可能我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们都挺高兴啊，都挺
骄傲啊！对，慢慢好嘛，慢慢好哈。啊，慢慢好就高兴。夜深了，二嫂子一家还在忙碌。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大都市里，厨师和食客们的坚持，使这种饱含着爱的天津传统味道一直延续下来。品尝过了天津的各种传统味道，艾琳会用什么味道回馈热情的天津人呢 I want to make my special dish at Shadai's house. I mean, they treated me so well. How can I not repay them and hope that they enjoy it? 味道在壳里，跟你的小鱼一样呢，海的味道在这儿呢。哦。河虾和海蟹都是本地食材，蔬菜是史大爷自种的。先用河虾和海蟹的壳熬制成汤，融合了天津人喜欢的河海两鲜的味道。各种蔬菜炒制后，与虾肉、蟹肉一起放入海鲜汤里煮。这道艾琳津味海鲜汤能否打开天津朋友的胃口呢？饽饽，这是今天的主食吗？艾琳把它切成了小三角，看起来有点像三明治。小冬枣切块儿有必要吗？还下锅用油煎，挤点柠檬汁，再浇上加拿大蜂蜜糖。原来这是今天的甜点。花了3个多小时，艾琳精心烹制的2道创意菜终于隆重登场了。啊，是河的味道，河的味道还是海的味道？海的味道大。嗯。看来这些老天津味对于中西合璧的味道，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用一点纸。还给你一个小惊喜。啊。OK， 好，感谢大家，谢谢您。谢谢你们，我们也感谢，非常好，倍儿好。They put the love into the food. They are the most warming, most welcoming, most friendly people than any place I've been in China, and you can see their pride in it. The food culture here in Tianjin. It's a really amazing feeling. I would love to come back.